本赛段是同食材对决挑战。葛仙米种子吗？拉拉它是什么东西？天哪！垦丁湾不常见的。来自新宿两大阵营的25位主厨，将组成新宿对局，抢夺组内唯一的晋级名额。太残酷了！有请全新加入的评审哦，林更新和强势踢馆的三星猎手。 Oh my god， 太强，压力很大。 That's gonna be tough one, Amber。妈咪，还给他鼓掌给。他干趴下，哇，这个是真的庐山真面目，真的好像动物园的感觉。非常巅峰对决，搞得我有点紧张。我说我自己有信心，那我一定是100%。这个西夫做的真的创新。戴文毅在追杀里头给你打服了。小刚这个有点危险。我觉得这个肉有点腥。我很难嚼味，这个土豆里面很咸。三个菜都非常淡。I basically taste the same thing again。很棒哇！这个我真的是很不错。我会挑一个，然后保一个。不救吗？你们不救吗 ？Are you sure？ 我退赛。本节目由李锦记博研生抽独家冠名播出。李锦记博研道道都好吃，博研味更鲜，水就是水，让水回归纯净。本节目由娃哈哈纯净水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七喜赞助播出。会吃的喝七喜，一周七喜爽透顶。本节目由全球销量第一的金弄鱼1:1:1调和油赞助播出。欢迎来到李锦记食神百厨大战第2赛段。本赛段来自新宿两大阵营的25位主厨，将组成10组新宿对局，抢夺组内晋级名额。本赛段的主题是奇遇奇之战，真正残酷的战场即将开启。太残酷了！刚拼杀了那么多人，又让我去比，太难了。既然能走到这一步，我也有能力能把这个新厨的位置守住。我们已经经历过1比9了，拿实力说话吗？从这一刻起，新厨与宿厨之间的博弈全面升级。当然，处于这场暴风中心的，不仅有现场的各位主厨，还有全新升级加入的评审和强势踢馆的三星猎手。林更新，林顺。妈妈咪呀 That's Perry。Oh my god。有请内娱东北厨艺王、大众评审林更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大众评委演员林更新。那今天我来到百厨大战，就想吃一点好吃的饭菜。对我而言，口味是第一。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会吃的一个人，接地气的，然后比较好吃的，口味好的菜才会入他的法眼。第一口的味道的冲击要求会比较高。以及新赛段强势踢馆的三星猎手，香港最年轻米其林3星主厨 Terry 何启东。何启东，听说过。Grande。 That's gonna be tough one, Amber. He's quite talented chef. He's got awarded Rising Star or Young Star Chef, so he's quite well known in Hong Kong. 米其林3星，我脑子里第一个冒出来的名字是 Amber， 因为他们蝉联了很多年的米其林1星、2星，但是在去年刚刚升为3星。他们用更多的坚果跟发酵的酱汁来代替乳制品，在整个菜品里面呈现。大家好，我是何启东 Terry。你们想要的东西我已经拿到了，你们还是回去学学吧。好拽呀！
又要夸张我这个年轻人口气不要这么狂，很多老师傅都在这儿呢，他这么狂还给他鼓掌，扁他，看我怎么把他打败。世界第一餐厅前副主厨亚罗斯拉夫。Looks scary。另外一位呢是来自 Jeremy， 也是北欧的一标杆级的精致料理餐厅。北欧菜的话是会根据食材自己特有的特性来简单的烹饪为主。我觉得在屡次获得最佳餐厅的环境里面工作，它无论是什么职位，一定是有非常非凡的技术跟对于食物掌控搭配的能力。Hello, my name is Yada. Even though it'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I'm ready to conquer your hearts with my fusion cuisine. 瑶你好看，来，要你好看哦，要他好看，群鹿。三星猎手，我觉得要真能 KO 掉全部对手，他才配来踢馆。没有什么看待，三星代表餐厅，不是个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也可以说我米其林三星，好多星了，7、8、9星。奇与级之战全部选手集结完毕，红食材对决挑战即将开启。本次共10个食材，包含5个极常用食材和5个极稀有食材。今天增加新的好玩的东西。你反正别给我那些什么蟑螂啊，什么那些奇怪的东西。那应该不至于，那水蟑螂可能有。每个食材组必须包含至少1名新厨和1名素厨。每个极稀有食材组可容纳2位挑战者，1v1是吧？1v1。每个极常用食材组可容纳3位挑战者。什么意思？就是有的我们3个人一组，是不是这个意思？对，有3人组的，也有2人组的，主要还是要看食材。肯定湾不常见的。当时听到这个规则的时候，我想都没想选常见食材。刚进来还是稳妥一点的比较好。我还是偏向于常用的，会比较稳一些。之前我们只要挑战了1个新厨，现在有可能要和2个新厨打，好难呐。1/2和1/3也没差多少啊，反正最后不都是赢的人才能进吗？就要选自己没有用过、没有见过的东西，这样玩起来才有意思。三星猎手已提前锁定2种食材，相应食材组成的赛制升级。好刺激啊！踢馆者必须在相对应组内获得第1名，才能晋级。哇哦！哇！压力来了！其余新厨、素厨只需要战胜踢馆者即可晋级。那打这个也有意思啊！只要战胜下厨就不限人数晋级。这个是完全没有想到的，特别惊喜，也特别惊吓。This is what it makes so interesting through this competition because you don't know who you're gonna go battle against with. 接下来，请大众评审刘涛、潘玮柏为大家揭晓本场对决食材。请注意，本轮是1v1对战。这会是什么呀？好玩了，还是啥东西？这是什么东西 ？Oh my god！ 什么啊？本轮食材为极稀有食材骆驼掌。天哪！哎呦！哦呦！哇！骆驼掌是个什么东西？見都未見過，點嗌貨啊 ？What can you do with the camel? How do the ordering? How? 哇，骆驼掌你有用到吗？云南？我没有用过骆驼掌，因为我们那边没有骆驼啊。没用过。所以我们南方人来说，骆驼可能不太会出现在我们的正常的食谱里面嘛。你也买不到，你也在餐厅里面吃不到这个东西。当头一棒，整个现场出来的第一个毛茸茸的一个蹄子，慢慢的爬起来，然后屏幕上给了一个骆驼掌，
如果你让我选择这个材料的话，我可能会当场懵掉。每个食材限定30秒抢夺时间，最快按键的主厨将获得食材挑战权。人就能自动匹配了，随机匹配了。想要挑战骆驼掌的主厨，请准备。倒计时30秒。3、2、1，请选择。啊，这个有点难度的哇，有点超出预期了。果然是稀有食材哦。骆驼甲，我肯定不会选的，这个没人要，没人要。选择结束，现在公布选择结果。成功锁定该食材的主厨是星厨董玉振，素厨张元富。师傅加油！哇，这俩都是大师哎！哇，这期待哦，期待哦！哇，这太绝了！因为我们接触长的这种类型的比较多，包括我们四川的阿爸的毛肉掌，还有个本身我是一个川菜的厨师，其他的厨师他们的味型可能要单薄一些，我觉得会应该有优势。哎呀，好，成功汇合。张师傅也是我很敬重的一个人，他也是川菜的传承人嘛。我们不存在谁挑战谁，我们是叫做相互切磋。因为2位老师入行多年，他们本身有非常多的这种不同食材的接触啊、尝试的经验，所以有可能有什么绝活跟让人意想不到的东西。淮扬菜大师可能悬了，因为这个东西腥气啊这些很重。你要大量的香料去压它的味道，我觉得跟张元富老师对战的人就可能没戏了。我们还是太嫩了，跟老姜比起来，见都没有见过。下面公布第2个对决食材。这啥？极稀有食材大章鱼。哎呦，章鱼好高啊！好大呀，这章鱼！章鱼给我呀！请注意，该食材已被踢馆者亚罗斯拉夫锁定。该组对决人数升级为3人。有意思了，有意思了啊！有意思了，有意思。那我也不怕，对。要不要抢？要不要抢？赶紧抢啊！想要挑战大章鱼的主厨，请选择。很多人选哦，我选了，我选了。你法章可以啊，法章可以。你想要章鱼啊？那我也要章鱼的哦，看我们俩谁快了。Go for it, go for it。成功锁定该食材的主厨是3星猎手亚罗斯拉夫，星厨 TC 蔡都义，素厨陈小刚。就猜对了，猜对了。我是冲着他去的，是冲着他去的。当我听到踢馆的那一刻，我的想法就从挑战稀有食材变成了我要挑战哪一位比较强的厨师，我就拼命的按王字一按。怎么样？给他干8架。你干的话就打赢2个第3星跟2个第1。我也是米其林3星出来的，谁不是3星啊？好，小刚有勇气，好，就应该这样。第3个对决食材是极稀有食材拉拉。拉拉是什么东西？这是什么东西啊？拉拉是一种食材吗？它不应该是个动作吗？拉拉是什么？极常用食材猪肝、黑鱼。哇，这个好多，爆炒猪肝不错哦。极稀有食材葛仙米。种子吗？一种藻类的果实，非常好。极常用食材萝卜，已被3星猎手锁定。这个太简单了，对我们来说就是手到擒来。极稀有食材鳄鱼尾。这个有点夸张了，我这个。哇！天哪！我选了，我选了，我选了。哦，没抢到。现在不行了，下一个不管是什么稀奇古怪的食材，我一定要摁了。哎呀，太强了，真的太巧了，太强了，遇上了。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多指教，多指教，别手软啊，别手软，别手软。我相信来参加这次比赛的厨师都是喜欢挑战，
这次比赛就是一个不错的时机，可以去做一些本来我就想尝试的食材。十组对决已全部产生。极常用的食材看似简单，但真的要做到突出的时候，是很考验选手的创新巧思的。要怎么做呢？萝卜，而用极稀有的食材，就是要看选手对食材特性的了解，怎么样去解构，怎么让人一口就知道这个食材有多特别。说到底，不管是什么菜品，调味的重点还是要突出食材本身，让它的本味鲜和质感成为主角。好的菜品源于对食材的敬畏和深入理解，贵在对本真鲜味的尊重与守护。所以李锦记贴心为大家准备了薄盐味更鲜的薄盐系列产品，以专业薄盐提鲜工艺为每一道菜品匠心加持，锁住本心。大家烹饪的时候可以搭配使用，唤醒食材本味，衬出食材本鲜。第二赛段级与级之战正式开启。首组比赛食材是骆驼掌，120分钟倒计时，现在开始。加油！加油！师傅加油！第一期结束了之后，我去四川跟张师傅拜师学艺，学习这个传统川菜。其实我之前是吃过师傅做的这个驼掌，所以的话，我知道师傅是相当稳的，这次赢的概率相当大。这次比上次好，这次比上次好，因为参加过一次了，因为经过一次那个第二次相对来说，要好很多。加油！加油！这一次带来的菜就是四川的泡菜煨骆驼掌。这场巅峰对决搞得我有点紧张。哇，这个是真的庐山真面目！哇，这个好大哦！哇，这真的好像是动物园的感觉。我拿可以拿起来吗？可以、啊。我看它多重。哇，我看这关节。哇！你可能小时候去动物园或参加农场的一些活动的话，可能都是这个味道，但是真的要想象它会是什么样的口感，完全是困惑的。其实它是在所有食材里面算比较有难度的，它难度其实最在于就是它的处理它的腥味啊。骆驼掌本身的那个腥味也好，确实特别的大。我觉得最大的那个难处，实际上就是先要出水，因为只有这个样子可能会消耗它的一些多余的一些腥味。不是，这是什么技法？那个鲫鱼也不处理的吗？还是？哎呦，他是先吊个毛汤出来，然后去压那个驼掌。所以在处理的时候，会把它处理得尽量的把味道出得干净一些。再来烹调的时候，会加提鲜的、增香的，比如我们用到了老鸡、老鸭，用到了鲫鱼来辅助它。最后我们要用它那个汤。这个压很久才能烂。哎，要去掉那个臊味。你看它下的那个香料这么重，你就知道了。这一次呢，我做的一道菜叫做一掌定乾坤啊，又叫掌中有宝。当然，这里面的驼掌呢，我们是要搭着鲍鱼片，谐音宝嘛，所以叫做掌中有宝。一模一样的哦，都是包住的哦。驼掌它非常的腥膻，所以我们前期要把它加这个葱姜料酒、花椒啊、白醋这些来泡水。泡完之后，放上老鸡啊、老鸭啊、翅肉啊、瑶柱啊、火腿啊等很多的料，最主要的就是为了给它增香。
而且它的料一搁进去，腥臭味基本上还是很少的。那个料足嘛，料足。其实底上呢，大家都差不多，那边炖了一锅汤，这边也炖了一锅汤，对吧？对，那只不过一个浓汤，一个是清汤。我觉得他们两个很厉害哦，我选这个喜悄悄的。哎，他那个素宴做好了吗？没有，还在切。这一次另外还有一道菜是冬瓜宴，冬瓜宴也是川菜一道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道汤菜。然后它对一个厨师的基本功，就是我们的刀工要求比较高。这个是蛮难的，就很难熟这个东西。因为它的粗细的那个丝一定要均匀，然后在穿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比较考火候。然后过完了过后就是一定要凉透，然后用水，如果有条件用冰来激它，然后它的那个宴的得来，实际上是它最后冬瓜成型过后像燕窝，所以得名叫冬瓜宴。老师傅啊，这个能看得出来他是经常动手的，对，要不然这个年纪很少能这样。对，我师傅那边的话，他只用的是掌心脱黄的那部分啊，这道菜呢，亮点我觉得是味道，就是我们用的是陈年泡菜，然后加陈年母水，这些都是我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经验。这盘我把它带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么说吧，就川菜的调味，特别是泡菜的这个味，咸和酸的味道的话，它其实盖膻味盖得很厉害的。张师傅那边没用什么珍贵的东西，但是用了很多那种四川的老东西。因为煨驼掌呢，它是一道胶质非常重的一道菜。泡菜味道呢，因为这个味道非常的解腻，它的酸性，然后特别的搭这个驼掌。我要放大镜能看到董师傅那2颗是什么来的？这是鲍鱼啊！来了，这么大个。因为鲍鱼，大家可能在传统概念里面都知道它是好东西。所以我们其实为什么我把这鲍鱼跟驼掌搭配，也是为了让驼掌借助鲍鱼的爆香味。张师傅是用普通食材做高档料理，董师傅都是用的好食材，好食材来包好食材。对，这两个还是有一个鲜明的对比。是的，因为这个骆驼掌呢，它最珍贵的地方啊，就在于它的掌心，这个肉很滑嫩。所以啊，我们在把它趴透了之后啊，一定要把它切成片，能够让它更加的入味。所以拿这个驼掌片啊和鲍鱼也切成片，在一起再炖煮，相互彼此吸收它的味道。我还要另外搭配了一个柠檬发乐来中和一下驼掌厚重的感觉，让人吃完了之后啊，没有任何的压力，口腔非常清新。董师傅肯定好吃，难吃才怪啊！所以说，像这样的食材，还是得需要老一辈的这个，对吧？前辈，然后去学习。对。如果说我想要更胜一筹的话呢，一定是在这个创意和搭配上、呈现上来更加突出。所以呢，我特别定制了一个容器，上层呢用盐染色成防沙的感觉。盖子打开了之后，放了很多的花草和这个新鲜的绿植。你看到了之后，防沙打走了之后，看到了绿洲。在原有的鲍汁中加了一点点的黑松露，就有大自然的气息，让人回到了森林的感觉。这董师傅就是真拿出国研的实力来考这个。这么一看，董师傅和张师傅的风格对比还是挺明显的。淮扬对川菜，这个是大师级别的这种较量，就是有的看。现在在你们面前的是2个截然不同的评审间，你们需要选择其中一间作为终极评判。选择大众评审，请按下蓝色按钮；选择专业评审，则按下红色按钮。其中专业评审进行盲评，
仅从菜品呈现、味道进行专业评判。大众评审能以全知视角了解全部细节，从食材信息到烹饪过程，代表大众口味进行评判。现在你们需要进行商议，选择其中一间评审间作为终极评判。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是哥，你来，你来，来，你兄弟我了，你来，我们两个一起。好，你来，大哥，来，我们一起来。源自自然的精华才是本味之鲜。要尝出食材自己的味道，我选李锦记薄盐生抽。黄金地带的阳光，酿就独特的岁月鲜香。鲜薄一分会失神，盐重一毫会夺味。三餐四季，让道道菜都好吃。李锦记薄盐系列，薄盐味更鲜。哇，来了，来喽，来喽！哇，这器皿都很好哎。我的天哪，都好用心啊！现在请评审品尝1号菜品。我的天哪！试一下吧。像羊肉一样，是不是？不像羊肉，就很像蹄花。它有的部分的地方，你看我这个地方就有点像筋一样。为什么觉得吃像在身上有鱼泡？像在吃一个肥肉。骆驼肉。有点就是有点腥，我觉得它的这个肉做的。1号菜品的这个味道呢，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它里面没有过多的去调味，完全就是外面的这个泡椒汁，所以整体来说还蛮清爽的。现在请评审品尝2号菜品。很漂亮哦，很有仪式感。哇哦！哇，它这个切起来，它这个做法又比较不一样。它用了一点松露吗？和松露。所以它把松露的味道盖掉了一些腥味，是不是？我基本是听不到，吃不到这个腥味了。它用了很多东西，这鲍鱼也会遮掉它一些味道，这个鲍汁。我很难嚼啊，感觉骆驼肉有点难咀嚼。但这个部位跟我们刚吃的那个好像真的不太一样。就2位这么大的师傅用了这么高难度的，更加让我确信我未来不会吃骆驼掌。我会挺希望大家告别这道菜的，就是这个骆驼掌没有必要吃。
哇哦，他用了这么奇特吗？这道菜呢，其实它的入味程度是比较好的，它本身切的比较薄，第二个呢，它这个卤汁呢很厚重。所有菜品品尝完毕，请各位评审为本组菜品进行投票。哇！因为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去评骆驼肉，因为没有这个经验去说这个是好还是不好。投票结果已出，本组主厨选择的是专业评审间。最后，我们俩还是选择了专业评审，因为我认为呢，就是自己所表达的一些技法啊、呈现啊这些东西，可能会专业的评审老师呢会能够理解的更为清晰。好，大哥，来，我们一起来，大哥放上，我跟你一起放。啊，可以，肯定得专业。这种骆驼肉就是要交给专业评审啊，要不然我不知道怎么说，我说不出来。我会说骆驼肉有点难吃，难吃。未被选择的大众评审间的结果为1-2。获得2票的是星厨董玉振。董老师，我看他那个高汤选用了很多不错的、比较鲜的那种食材来吊这个汤，还有这个比较大的这种干鲍啊，我觉得他用料很充分。由于本轮你们选择的是专业评审，所以大众评审的比分不作为最终结果。现在请进入专业评审间，揭晓你们的最终结果。Sir Chairman, I want to ask you a question before I comment. Is on the last challenge, you lost your position as star chef. I mean, if you lose in this challenge, you're out. So, do you have confidence that you win? 我觉得参与更重要，因为我的专业是在做菜，不太擅长这种比赛。本组对决的结果是，我算老师傅，然后董师傅也算一个非常有阅历的一个师傅，就是从实力方面，我觉得应该有一比吧。对于我来讲，发挥出我的技艺，让别人看到一定的知识点，而且呢，我肯定非常相信我自己的手艺，这就是自信，自信来源于实力。本组对决的结果是3-0。问我，为什么？哥，你投的是几号？我是本来要想投2号，但后来因为我1号没吃完，我又回去11号，我觉得辣的够味儿。但我1号我可能那个部位我真的嚼不动。获胜的是素厨张元富。恭喜富哥。不容易。对。骆驼掌是相对来说比较稀少，然后要把它做得好的确实不容易。我们在吃的时候，我看到的这2个的表达刚好这2种风格。张师傅的单刀直入，用泡菜直接杀进去，反而是董师傅呢有点用力过猛，辅助材料有点多，他想把很多的材料煨给这个驼掌，恰恰相反，那么短的时间煨不进去，变成各自在表达它的味道。And sometimes, less is more.
骆驼掌对火候时间、对腥膻味的处理要求还是挺高的。张元富依靠扎实深厚的老师傅功底，将这个食材处理得恰到好处。张师傅今天的这个驼掌汤呢，这碗汤非常完美的呈现了，它真的就清而不腥啊，淡而有味，这是很难做得到。在这个赛道上面用这样的食材熬出这样的汤，确实了得。谢谢。好，多谢。张师傅这边呢，那这个菜呢做得很好，它这个汤呢没有任何异味，很鲜，这个菜应该是给他加分的。He wanted to show us that he's Star Chef material, and he did that. He beat another Star Chef to do that. So I think it's a double achievement for him, and we were very, very happy to see this happen. 张老师赢回去了。恭喜素厨张元富成功晋级。张元富，哇！哎呀呀，我太难了，太厉害了，对。最后的比分是您3票大比分的胜出了，这个结果您是意料之中的吗？应该我觉得没得好大的争议，对这道菜。哎，高老师你好。骆驼掌这个食材很少见啊，处理起来应该挺麻烦的吧？是的，它本身的腥膻味很重，在第一轮煨制的时候啊，就要加入李锦记的柱侯酱，有浓郁的辛香和酱香，既能去除驼掌的异味，还能增加一层醇厚的底味，再配上他们家的海鲜酱来提鲜，用排骨酱的果香来增香，层次就更丰富了。如果在家里处理蹄筋这类食材，用这种调酱的手法就很好用，几种新厨酱搭配着用，去腥增香，层层入味，学到了。本组比赛食材是黑鱼，加油 ，OK。哇！我的天！黑鱼就是柴鱼、淡水鱼，它肉质比较紧实。哦。刚才谁给我选的生鱼啊？生鱼谁选的？黑鱼的匹配结果为星厨段文义、素厨李东、素厨边角料魔术师。他俩又遇上了，有说法的这个，这个相信音乐命运。你是追着人家打是吧？命运的对决。天天让我报复回来是不是？不是，我是给机会粉。金圈冷少，你换位挑战的结果是挑战成功，挑战成功。再报一下，这是报仇的。他就是把他给干掉了。所以说选择他了，再看能不能追回来了。再干他一次，又碰上了，有意思。三喜冤家。对，这才有意思嘛。李师傅说杀他个干干净净。那你最不想和谁对决？这个李东老师嘛，因为毕竟第一次把他给打败了嘛，你不能追着打呀，所以说这个也弄得挺不好意思，但最后还是选到了一起。其实我已经选了，他也没准想是再赢我一次嘛，也很正常，都给你打服了为止。哦，我怎么进入到这里面来了？还是以更多吃瓜群众的心态来面对他们两个。120分钟倒计时，现在开始。段厨你好，哎，你好，辛苦了。哇，那因为这个算是个命运的安排，你跟这个李东厨师又配在一起。对，哎，那我问你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啊。他很紧张。你当时从素厨跟新厨换，对不对？那感觉是什么？爽啊，很爽。新厨嘛，哎呀，对不对？这个惭愧啊，这没什么好惭愧，这有时候惭愧，不惭愧，这有时候一次的，对吧？对，首位没成功的这个，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我觉得还好吧，还好，没有那么沮丧。越多我年轻，比我做的好也应该的。谦虚，不会影响您回到北京这个工作吧？不会，那不会。开玩笑，老师。
那你有信心战胜他吗？有，必须有。我突然想到，他们两个就是很在意对方，突然最后赢的人是边疆魔术师，他们两个可能昏倒了。对他俩这一次可能没有太在意他的队形啊，对，往往会忽略你，有可能啊。你知不知道你这个不是黑鱼了，它要变黑马了。黑马，加油喽！希望你有好的结果。好，完美呈现给老师。好的，感谢，谢谢。李东师傅这次应该是要做传统名菜糟溜鱼片。其实北方这种尤其是生鱼啊，它不是很鲜的鱼，所以我们一般都拿它做什么糟溜鱼片啊。当我做完以后呢，我觉得有点简单了，想口感丰富一点，就改做鱼滑了。鱼的鱼蓉打是非常重要的，把红的地方去掉，然后呢拿盐跟生粉去洗去抓，鱼片跟冰水去打。打成很细的一个蓉，加一些蛋清啊，这些东西的比例很重要，包括盐的比例。李东师傅现在打鱼蓉的这个方式，就有广东菜的影子在里面。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用料理机打的话，会更好一点。有时候料理机就是频率太快，对你打过头了就散了。你料理机哪怕就是最低速，也比手要快。对。因为毕竟不是像南方的师傅做这鱼圆做那么圆，所以我就偷了一个巧，我就拿着花菇我去酿进去，然后呢再摆上叶子，跟一个花一样，然后我把糟溜我变成糟汁了，因为这个菜我不能烧，一烧的话呢鱼就有可能会出来了，就散了，所以我是蒸完了以后浇糟汁。第二呢就是鱼骨那个形状呢，我当时想是用鱼骨做的。可我怕来不及，所以我只能拿鱼肉做了。这里呢，我也加了一些鱼粉，让它有点鱼的味道了。为结束。整体来说还是偏甜的一个口感。我看一下小段这边对于黑鱼的一个准备工作。我觉得黑鱼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第一个想到可能是什么酸菜鱼啊。用传统的方式去做黑鱼会太平常，不足以让人评判说出它哪里好。所以说呢，我就想着就是黑鱼上面的话，它的鱼皮是胶质最肥厚的地方，所以说我就把这个鱼肉呢留了就是2到3毫米的一个肉。我看他取的黑鱼肉不少啊。他只取中间一块嘛，不用搞那么复杂嘛，时间够吗？因为那个它是选最精华的部分，我就怕这个鱼不够。然后我选了4条鱼，然后我要杀4条鱼，还要改刀改成4条鱼，所以说这个上面浪费的时间太多。因为我中间还加了一块鱼肉，这样的话中间有缝隙，就是很薄的话，它能够均匀的，然后鱼皮沾鱼皮，这样的话产生胶质，更容易的就是能成卷。葱烧汁的香味儿啊，跟酱汁的那个香味儿，能够更好的进入到里面。说那个马兰头是自带一点点的这个粽叶香嘛？啊，这也很有创意哈。这是什么？炒饭吗？生米啊，在炒。它是用黑鱼做海南鸡饭的。这个米饭呢，有草果的香，有姜，有蒜的香，有香茅的香味儿。炒一下，均匀的，就是把这个鸡油跟香料的香味，然后裹满这个米饭的身上。它搭配黑鱼来说，就是整体上它会很协调。陆老师，您看得出来他现在中间这位选手，他想要做什么样的东西吗？不知道啊。现在就是他的东西一半西式，一半中式，感觉他什么都在处理。因为我的2位对手老师他们是做中餐的，因为我想用西餐的方式来呈现，打一个差异化，所以我想用一些西式的技法来做一个川味的泡椒鱼，名字叫3泡低温鱼。哇，这个粘液太多了，好滑。第一步先把我们的鱼骨
鱼皮给它去下来。血的净肉在腌料里面腌一下。珍惜是一个厨师最基本的职业良心，所以我把剔下来的鱼骨熬成汤，因为鱼骨熬汤本来就很鲜。那剔下的鱼皮，把它炸成一个脆皮，也尽可能的减少了浪费。三泡低温鱼里面的三泡指的是泡椒、泡萝卜、泡姜，但是我觉得它会有一点过于单调了，所以我又加了香茅和南姜在里面。川渝的这个泡椒酸辣味，有点接近于东南亚的这种酸辣味，所以我想把这两个东西结合一下。中餐炒锅炒西式酱汁。再把我们腌好的鱼拿到我们的刚才熬好的鱼汤里面，给它低温。好，完了，结束了，准备摆盘了。低温熟了之后再捞出来摆盘。最后摆盘的时候，我放了我们川菜经典的刀口辣椒和我炸好的鱼皮，放了一个西式技法的青花椒泡沫。用那个手持的搅拌机把米汁放在容器里面打碎，打碎了之后手给它把汁给压出来。还有最后15分钟，请各位主厨准备出餐。准备调酒了，准备调酒了，加一个特调叫梨香茉莉醋。选用这个饮品主要是来中和一下我们这道热菜的浓烈的酸辣感，这种刺激感、平衡感更强烈一点。好，结束。我觉得时间还挺赶，挺紧张啊，有点赶。咱们就完成任务了，完成了。不管怎么说的，完成任务结束。这东西谈不上复仇了，有意思啊。两个人多少有点惺惺相惜，但是呢，又有那种男人之间的那种不能输，输人也不能输阵，气势上要有赢回来的那种。我建议选一个大众的，大众的吗？要不要听？你们俩怎么说？Let's go。我感觉这3个都是蛮注重呈现。哇，你看那好漂亮，很漂亮。现在请评审品尝1号菜品。哇哦，这看起来不错哦！这个米饭我真的很想来一口。哇哇哇，这个真的可以。哦，来口饭吧。哇哦，OK 啊，很棒。有观察到，看到他们吃完之后，就是脸上是很满足的那种表情，然后我觉得，啊，行了，信心有了。很传统的中式的吃法嘛，来一点米饭，最后来一点汤。Chicken fat and rice and a beautiful soup. 他把鱼炸成像油渣一样的感觉，放在汤里面，起到一个烘托的作用，这个 touch 非常好。现在请评审品尝2号菜品。哎呦喂，我看这一组竞争激烈哦。这个可以，来，我帮你拿去。谢谢。
你真很好哎，你是个好人。哎，哇，哦，这个酱看就知道是谁做的。他用了很多那种东南亚的香料，像香茅啊就能吃出来。够酱。但好吃的。哇，这组可能结果会很实在。它的汁调的很好，散泡汁以后，切一点那个清爽一下。干杯，干杯！梨汁嘛，这是。欢迎啊！哎，谢谢。梨香茉莉醋，喝出了不一样的感觉啊！咱们只能看着，不能听见。好喝，我看出来了，还没喝。酒精好喝是吧？好喝，还没喝呢。现在请评审品尝3号菜品。中餐的比赛角来讲呢，是需要碳水、肉质、蔬菜的，所以我觉得配了一个碳水呢，也是整个菜的口感更丰富。哇，你看人家这个饼干做的多好！哇，这啥？这是酿，下面是花菇糟溜的味儿。这个也挺大胆的哦。这个好漂亮啊，我都舍不得吃。有。哦，这还不错哦，太好吃了，甜甜的。这饼干做的太好了。经过这个菜很难做浓，那这个浓呢，还是很细腻的。就是它那个糟香很香。里边包个香菇是吧？对，底下是香菇。完了，好难选啊！我觉得他们3个不会选我们，我也觉得不会选我，不会选我们，不会选我们，但我还是要投票。所有菜品品尝完毕，请各位评审为本组菜品进行投票。啊，这太难了。好，投票结果已出，本组主厨选择的是大众评审间。上班了。我建议选一大众的。大众的吗？要不要听？你们俩怎么说？可以，反正谁都一样，都一样。OK， 好了，好。现在请进入大众评审间，揭晓你们的最终结果。这个是好，欢迎。李东师傅，您觉得自己这一次翻身的可能性大吗？都挺难的，我觉得真的都挺难的，没把握。这一组呢，刚才看他们俩做的菜，我觉得做的都非常好，所以这个很难讲。边角料魔术师哈，上次我们做的是中餐，对，这一轮面对2位老师都是做中餐的，我想做点不一样的，搞点差异化，夹在他们俩中间，正如我的名字像边角料一样，电灯泡看着2位老师，瞎说。本组对决的结果是，我觉得我做的挺好的，鱼蓉也好，糟也好，这是我功底的菜。这个一整套的餐食的表达，我觉得还是有很大胜算的。我很有信心，我觉得我这道菜应该还是蛮有特点的。本组对决的结果是2比1比0，恭喜新厨段文艺。那么紧张。
未被选择的专业评审间的结果为3-0-0，星厨段文义胜出。这还是很明显的嘛。What do you think of this one？ 对啊，就这个菜，这个菜好吃啊。但是师傅这个菜呢，从酱汁儿，你那个烧汁儿烧的就特别好，然后那个鱼啊，那口感太好吃了，那个鱼皮卷的那个鱼肉，再加上那个饭，就吃的特别好吃，特别满足，而且它能够吃出它那个烧汁的层次。我可以说很完美，这道菜水准很高。嘿嘿嘿。那我解释一下啊，我没有投给这个段文义啊，是为什么呢？其实我是更多有一票，我猜到了你们可能都会给这个段老师，我就给了这个边角料魔术师啊，我觉得也是一种鼓励吧，因为这个菜啊，就是鱼皮搭配鱼肉，个人觉得也是一种创新，给他一种对他的这种认可，这3道里面挺纠结的，那唯一就是我不喜欢吃香菇。就是我就是个人很不喜欢吃香菇，所以我以为只有香菇，但再仔细看，鱼滑在上面，我把鱼滑挖下来，可是就这样薄薄的一个，所以这个是比较可惜的。我记得您不是骗了很多鱼片吗？对，对不对？但我可能这个鱼滑来说太少了，我觉得香菇好，就是没有吃到鱼滑，都吃到菇，没有吃到鱼滑，是对不对？这个花菇太厚了，晾在里面的鱼只有一点点。体现不了黑鱼这个滑的特性出来。其实我要是做一个鱼滑就好了。哦，后来又变了，要想的口味再更丰富一点哦。想多了。但这个菇的味道很大，就很像吃了一个糟溜蘑菇，你知道花菇啊。好，谢谢，谢谢了。好，辛苦了几位老师。我还算比较平静。还是那句话，6个人都认为你没赢，你怎么可能赢呢？对吧？而且呢，没准我已经岁数大了，很多年轻人想法我要好好看一看了，糊涂了，有点不知道怎么干好了。在我脑里，我干这么多年了，我们从来没有炖生鱼或者蒸生鱼吃，他们做了一个炖的生鱼，做蒸的生鱼，完全我理解不了。你知道吗？我回家我也炖门试，我看它到底是不是好吃呢？不知道。我觉得哇，这个信心瞬间就拉满了。这个上面呢，其实我想对李伦老师说，就是没有追杀这个事儿的存在，就是我是觉得，其实我更多的其实想和他是学到东西，所以像我还不足以挑战他在北京的权威啊。我刚刚看那个边角料魔术师熬的那个鱼骨汤。用的是娃哈哈纯净水啊。高汤这东西啊，其实特别吃细节，不同的水熬出来的高汤，其实味道都会不一样。对，所以很多师傅啊做汤底啊用的水都非常讲究。像娃哈哈这样的纯净水啊，水质比较稳定，熬出来的汤口感会更好一点，而且不会抢食材本身的味道，鱼骨的鲜香味啊也会慢慢的被带出来。真正好的汤底啊，看着简单，其实功夫全藏在这些细节里。这锅汤用水都极讲究。是。东西福，你怎么搞？你怎么说？回家了，没事。哎，我跟你说，没有一个人来这想输的，咱实话实说。可是，你既然输了，说明赢你的人比你更优秀，对吧？山外有山，这个正常的，对吗？你学一学，还认识这么多朋友呢，多好啊！对吧？以后去北京找我吃饭，吃烤鸭，必须的，必须的。恭喜星厨段文义成功晋级。Yes。哇，你把那个世博又干掉了。对，我的天，他一直不下去，侥幸。你这个晚上得摆一桌啊！侥幸啊！侥幸。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帅哥今天表现非常牛。没有，谢谢老师。哎，这组都进来了，这组做什么？拉拉。哎，拉拉，这个你。我真的要赶紧，我马上要抢了，手擦汗。本轮食材为极稀有食材拉拉牛奶吧，应该气死吧。拉拉是什么？拉拉，这个我真没做过。我当时就懵住，我说什么叫拉拉？那东西我都没有听过。
是一种食材吗？它不应该是个动作吗？想要挑战拉拉的主厨，请准备。倒计时30秒，请选择。选呀，选。我选了。摁了。选择结束，恭喜新厨甚威。来，素厨风味工程师组队成功。遇上了啊，全力以赴。我就要去挑那些比较稀有的食材，对手是谁对我来说不重要，我对我的菜品的味道很有信心。我一眼看到它，我在我的大脑里面已经构建了我的菜品的雏形。在我选择这个食材之后，我的胜率我可以把它控制到100%。本组比赛的食材是拉拉，120分钟倒计时现在开始。加油！那现在处于一个涨茶。哎，这位 ，Hello。哎，我特好奇，我跟涛姐一直好奇，拉拉是哪个？先尝一下先。这是什么？这就拉拉呀。拉拉是什么？酸的。那个牦牛奶做的奶酪。奶酪，是吧？咱们先尝完之后再讲。涛姐要尝一点。谢谢。好。有点硬。对。拉拉是啥味儿啊？可能奶渣有异曲同工啊，那么酸啊？酸得很。哦。这个拉拉是西藏非遗的一个食品，然后它主要是通过牦牛的纯奶嘛，然后乳清分离之后做出来的。牦牛奶，它的乳制品。对。哦，拉拉它和我们正常见过的那个乳制品，就那种奶酪，它是不一样的，它会非常各样。所以它的加工处理上会非常难。那它通常怎么使用呢？烤一下吗？他们是这样的，就生吃，就这样吃，嚼吗？对，还有就泡酥油茶。哦 ，OK。那今天有带来四川的，就我们有3个味道的，3味拉拉，就是3吃啊。对。那你觉得你跟你另外一个对手相比，你最大的优势是什么？我味道好呀，味道。上次就是你把那个张元副师傅给 PK 下来了。对。后来你们俩回去以后见面了吗？见了。按辈分来说，我要叫张老师叫师伯，就是说3菜后就有了。但还是很有信心的。好，期待。好，你加油。不用加油，他会害怕，他压力更大了啊。是。哎，你好。Hello， 两位老师。这是什么这什么？叫韭葱，其实。炭烤韭葱。对，我们西厨里面用的比较多，就是它提供的葱的甜味会比普通的比较浓一点。哦，哎，但我看到你这个灶台跟好像其他人的分布不太一样呢。对，我的灶台有比较明确的规划，就是分区。然后每个区域现在暂时只做一项任务，然后每个步骤会给自己设置一个时间表。然后如果我慢了的话，可以调整一下；快了的话，可以稍微放慢休息一下，这样子。所以跟他的名字很像啊，工程师。对，因为我个人有很强烈的强迫症，我需要把所有东西按照顺序或者首字母这样去进行一个排列。这样我在比赛的流程当中，我每次只需要去一个小的区域，拿我需要的工具，拿我需要的食材。这样的情况下，最大化的保证了我的效率以及我台面的整洁度。好，那很期待。一会儿见。好，谢谢两位。哇，这个拉拉真难做。哎呀，炭烤什么？炭烤拉拉。我第2场的作品叫做《余烬之风》，延续了第1场，继续用火焰去表达我的一些菜品的灵感。灵感是我做菜的第一来源、第一要素，但不代表当下那个作品一定是合格的，或者说好吃的。所以我回去以后不断尝试去改进，来达到符合我心中标准的一个好吃。所以我推出了1.0版、2.0版、3.0版。我只要在赛场上做出我最满意的4.0的版本，那么结果就一定是会好的。
因为考虑到拉拉这个食材的特殊性，它是来自于高原地区没有经过分离过滤的牦牛奶，我是希望在用不同的层次和形式、不同的切入点，去重新让拉拉焕发它的生机以及它的乳脂的香味。首先，我要做一个拉拉土豆泥，把煮熟土豆先压成泥，然后过筛。我把拉拉磨得非常的细碎，然后融入到我的招牌土豆泥里面。我们只保留拉拉最原始的奶油的油脂的香气和像 cheese 一样柔顺的光滑的口感。你如果他这样一做的话，我看那个土豆泥感觉就很丝滑。对，他要烤。他很喜欢烟熏，然后去吸那个白水的味道，那个清香。第二个部分呢，做一个烟熏土豆拉拉，把它做成小块，然后跟我自己在现场特制的烟熏土豆放在一起，用土豆去衬托出拉拉它本身的香气和那一点弹牙的口感。相当于他把土豆只是当一个 base， 当一个基底，然后往里边加任何想要的味道。那最后一个部分呢，做一个拉拉奶白酱，把拉拉泡发让它回软。这样的话，我可以把拉拉放进我的一个酱汁里面作为一个基底。它的蛋奶啊什么这种好多啊，都是奶制品。风味工程师吗？做成一个像法式天鹅绒这样的一个有绵密奶香的一个拉拉奶白酱。最后我做了一个水萝卜洋葱酱，再搭配烤过的牛肋排、烤过的韭葱心和焦香大葱，所有东西组合在一起，不光是在口味上、口感上，还有层次上，都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作品。这个肯定稳。你像市委来说，拉拉这个东西，对于西餐来说，它可能会比较容易接受一点。对，对于川菜的话，它可能比较难，对，比较难接受。乳制品在川菜很少看到。对，这个盛威太松弛了，我还没看到他怎么弄什么东西啊。我这次带来的菜品叫做川藏线3味拉拉，因为拉拉是西藏的，然后我是做川味的。那刚好连接西藏和四川的这条线呢，叫做川藏线。你用拉拉试过几次菜？准确的说，真正意义上的做就只做了1轮，炝锅的到现在还没做过。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要对自己有信心，对自己整个味道的把控要有信心。我调味很厉害的。这次用3种味道的川味去表达这个拉拉。第一步，我们先制作烧焦嘛，辣椒还有大蒜放到锅里面去炒，然后给它剁细。我们要泡发那个拉拉嘛，因为拉拉是一个很干的奶酪。拉拉应该是用牛奶泡的。辣椒、大蒜和拉拉混合在一起，调味拌均匀之后，拇指前先给它掏空掉，然后去炸。这个料头，然后酿入到那个茄子里面。烧焦固然是好吃的，拉拉也是好吃的，但是两个东西可能没有那么 match。酸味和那个啥放一起。对。然后另外一个呢，是我会做一个炝锅的，用一个春卷皮做的卷，类似于冰淇淋的甜筒，放入烤箱烤熟，然后再把那个炝锅的料给它炒熟、炒脆。然后在甜筒里面放一些那个拉拉的末。我蛮好奇拉拉和辣椒粉混在一起会是什么味道的。然后把那个炝锅辣椒放上面。这个师傅做的真的创新了。对，创新。他那个炒鱼香啊，宫保，别人是宫保拉拉嘛。我其实不太想象得出来，他拿那个奶制品来爆炒，对，会是宫保拉拉，宫保拉拉。最后呢，重点是在宫爆上面。宫爆的呢，就会把泡发的拉拉拿去烤一下，让它的那个水分给稍微干一点。然后将拉拉切碎，给它揉到一起，做成一个沙球啊。放入锅中炸至金黄，然后去炝干辣椒、干花椒、姜蒜片、大葱。
的宫保汁翻炒均匀之后就起锅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做完了，冲冲冲，孙悟空，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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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都挺看好它的，有个火花碰撞出来，口味上面，用个川菜做的一个。我其实挺想升为赢的，但是我感觉是澳洲那哥们儿确实挺狠。当当当当当。现在请评审品尝1号菜品。我这次用3种味道的川味去表达这个拉拉，在里面还有搭配一个青稞米，都是西藏的一些菜地食材嘛，能形成一个完美的菜品闭环的一个搭配。这几道菜的个性非常强烈，那味道非常鲜明。宫保味呢处理的还很好。先吃这个，先吃这个，像荔枝一样的啊，这啥东西啊？这是？不错，好吃，还有这种青稞。我感觉不错。哇，饱。它这种宫爆有点干干的，挺好吃的啊。这就做得好。做得好，做得好。哇，这，这，我本来要只吃1块的。我也是。这个可能要吃第2块。这里面这个青稞这个米这可以吃吗？可以啊，很香。这可以吃。哟，这不错。它好像虾的外面是裹了一层那个拉拉。感动的痛哭流涕了。这样的哈，哇，很爽。这家伙有点东西了。这家伙有哈。有点东西。难怪能上次打败了师傅。并且刚才去的时候非常狂妄，嚣张。真的吗？我觉得他有资本狂妄和嚣张。我有点吃不下了，真吃不下了，而且越来越好吃，怎么办？怎么回事？我去跑个步，跑3圈回来再说。现在请评审品尝2号菜品。我的酱汁保温到最后一刻，然后把奶白的酱汁倒在盘子里，那一瞬间，奶白酱里面还有一点微弱的蒸汽，让评委在第一时间能闻到拉拉，然后看到拉拉不同的状态，最后一步才是吃到拉拉，让评委能感受到我对这个菜的理解。能感觉到他对拉拉的理解是深刻的。牛肉去炭烤的，很好的烘托了拉拉的味道。拌匀它，拌在一起吃。哇哦！还不错。哇！哇！哇！它这个奶酪
调得好。哇，这好吃的。啊，潘兄一直在吃，好吃的。完了，这个我真的选不出来，交给他们专业厨师，我们那个做的都不错。就好吃的。我会觉得这个拉拉跟土豆融合在一起，一点都不违和。刚才已经吃嗨了。这2道都很厉害，怎么办？怎么办？我退赛。我为了公平起见，我请他们再各送1份给我，再试一下。好好的，用心的再试一下。还有吗？所有菜品品尝完毕，请各位评审为本组菜品进行投票。哎呀，投不出来，很难投，太艰难了。一个中式，一个西式。我很喜欢吃这个米。开始紧张了吗？开始紧张了吗？还是会有的。确实很纠结嘛。我自己做的菜味道肯定没问题的，不能说10拿9稳吧，但是也是应该有个7、7、8、8的。投票结果已出，2组评审间的投票结果都是2比1。哇！大众评审间的获胜者是星厨盛威，专业评审间的获胜者是素厨风味工程师。谁投工程师啊？我好像忘了。请选手们前往选择的评审间。我觉得他们会选我们。真的吗？哈哈的哈。老师好，老师好。本组主厨选择的是专业评审间。去吧，一起吧。好 ，OK。1、2、3，1、2、3。恭喜素厨风味工程师成功晋级，星厨盛威淘汰。那边选的是工程师，完全没想到。跌到谷底，菜很好吃。结果人家赢了，本来是有冲着往更高的名次或者更远的路去走的，那走到这里突然一下就结束了。以后做事要认真一点，不要这么吊儿郎当的去干这些事情。盛师傅这3个的好吃的，每个我都很喜欢吃，都是很好的出品。辣味控制得很好，确实是你的强项。好的，谢谢老师。风味工程师用一个稍微烤制的一个烟熏的牛肉作为一个烘托的对象，不单把这个奶香味激发出来，然后让它的那个味道还有更多的奶香的层次。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你理解拉拉比郑师傅会深刻一点。1号的2个小前菜做的很特别，味觉、口感、层次都有一定的这个冲击力。你里面的这个调味汁啊，这爆浆的这个感觉，味道一下子就提起来了，刺激你。2号选手呢，拉拉用3个层次的感觉把它表达出来了。第二个呢，它上面放的这个佐料呢，它和这个奶酪放在一起吃的时候呢，很搭，所以这个菜呢，也是很棒的。I don't know if you're aware, we were blind. We don't know who cooked which dish. We're blind. But, Mr. Engineer, I can recognize your dish any day of the week. Is that too obvious? Okay, and you know why? I basically taste the same thing again. The sauce,
potato. I taste the same thing. Everything was executed perfectly, but I don't get the contrast. So this time, you're a lucky engineer. Next time, you may not. I take advice from one engineer to another. Diversify. Be a multi-engineer. Don't be boring. Engineers are not boring. I'll surprise you next time. I'll be honest with you, I was a little bit disappointed, okay? Because it seemed like the same dish, except with one different ingredients. But to me, you know, it was not good enough. It was not good enough. I wanted to see more because I think, you know, in my heart, he holds a position. 我当时心里感触是挺深的，我觉得一针见血，他的否定反而给了我更大的动力，所以我会在接下来的比赛里面会有更多的个人理解，更多的创意，把我所学所识变成我想要的菜品，去重新征服这位评委老师。谢谢老师。要不要行使拯救权？本次的对决，专业评委间和大众评委间各有拯救权，助力他晋级。使用说明，3位评委商议一致以后，将火焰币交给想要拯救的主厨即可。这个拯救牌的标准，我就是觉得是对一些分到死亡之组的一些选手的最好的一根稻草。要不要行使拯救权？不救吗？你们不救吗？这真的做的蛮精致的。如果这都不救啊，你还有什么机会呀？确实很纠结嘛，因为这个我吃第一口的时候，它让我惊艳了，很有冲击力，那样一个菜。第二个呢，3种味道，一个是酱汁的味道、酥脆的味道、宫保的味道，它很有层次感，这个是它的这个优势。另外一个优势呢，出品比较老派，看上去比较传统，但是呢，他对拉拉的理解上面又深入了一点，所以这两个大家都很纠结嘛。So I want to call him back for rescue. Well, it's now or never. So yes, yeah, yes, okay, yes, go. Yes. 请注意，专业评审间使用拯救权。你看，救了吧？救了吧？对，经过我们3位评审的商量啊，你的作品呢很有创意，特别是调味上面很有一些冲击力，所以大家一致决定使用拯救权啊。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祝贺你，谢谢老师，谢谢老师，非常好的选择，恭喜恭喜！盛师傅做的这几道菜的个性非常强烈，那味道非常鲜明，他的工艺跟他的手法都用得很好。如果你当成一个川菜来吃的话，确实是很一流的。他做了一个宫保，这个拉拉里面还有虾仁，还有拉拉，他那个宫保味呢处理得还很好，他还有创意的这种能力，还是有潜力的，所以呢，他很有想法的一个年轻厨师，所以我们使用了拯救权，拯救了他。恭喜素厨风味工程师成功晋级，厉害呀！谢谢谢谢谢谢，恭喜恭喜，牛！Let's go！ 恭喜新厨盛威为拯救晋级。出来了又，复活了。他们组俩人全上来了，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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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要认真的。打团赛，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给了你火焰币，那就说明你有被认可的地方。但是我不希望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被人认可，所以还是就觉得接下来要认真一点，好好的去对待，去以一个新的状态来面对接下来的这种比赛，让自己走得更远。哇！哎，好吃吗？好吃吗？要不要来一个？肯定要来一个啊！
就是这一口外酥里嫩，而且萝卜丝还是甜的。对，好吃吧？刚出锅嘞。我来跟你安利一下我的宝藏——七喜。吃完热乎乎的，再来一口，真的是爽透顶了。干一个。七喜配萝卜丝饼，绝了！太清爽了，谢谢潘帅。本组比赛的食材是鳄鱼尾。120分钟倒计时，现在开始。加油！哦，加油加油！处理鳄鱼尾了，现在。哇，这么长一根尾巴，它其实就是皮好吃，浇之后肉很柴的，肉还是有点肉柴，跟鸡肉差不多的，肉质呢就是稍微差一点。皮应该好吃点吧？那么厚，这个还真有点不好处理哈，它皮很厚，非常厚。对，现在两位现在的方法是一样的。我这次做的是避风塘椒麻鳄鱼尾和炒饭。首先呢，我加入了一些盐和生粉进行揉搓，揉搓完就直接贴在锅里煎，煎完后就把这个鳄鱼皮跟一些香料放在锅里扣出味道。那个鳄鱼尾呢，我们扣好了，切好了，就放一点炸衣粘好了，放进那个高温的油里面一炸，把它的外皮炸的香，跟那个避风塘呢那个结合起来呢，我觉得是一绝的。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这个火候的掌控，让它的油脂出来，那个胶质里面发生那个油的味道，那是最好的。第二道菜我准备的是一个炒饭，加入了一点皮虾和鳄鱼肉一起炒，最后加上鱼子酱进行点缀。我先把鳄鱼肉和鳄鱼皮先焯水，感觉好像用汤焯了一下，去腥味吧。对，高压锅把它压一下，要把它压10来分钟，把它弄软了，那个胶质才能出来。应该是一个比较正经的粤菜思路。焖好之后我就片好，还有我放点鲍鱼啊，然后就起码那个香味更带出来。炒呢就是一个更高级一点的。富哥这个看起来就好吃啊。还有做那个鳄鱼丸，我就用那个海虾跟那个鳄鱼肉裹在一起来做那个鳄鱼丸，然后油炸。这是里本鳄鱼肉的柴，这样子爽口很吃。炸好之后就摆在盘子旁边，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节目联合微博综艺发起了“我在百出大战当知识分子”长线活动，即日起上微博带“我在百出大战当知识分子”及当期主题话题投稿，用微博制作创作出的脑洞菜谱复刻图文，有机会获得嘉宾签名、优酷会员等福利。哇塞，这弄得可好看哦！现在你们需要进行商议，选择其中一间评审间作为终极评判。我覺得專業咧就食個味道。我都得，冇所謂。如果你揀專業，我咪揀專業啦。好了。哇，它这个胶质好好吃啊！比我想象的好吃。其实都还挺好吃的。鳄鱼肉可以这么好吃啊！所有菜品品尝完毕，未被选择的大众评审间的结果为3-0，获胜的是荆厨郑锦富。请选手们前往选择的评审间。本组对决的结果是2-1。
香港蟹王胜出。这一次里面的避风塘呢，可能加了一些麻，加了一些辣，但是它真正出彩的呢，是它把鳄鱼这个尾油炸了以后，形成了外脆内软的这个口感，配上这个东西是最和谐的。人家一下子给你吃出2种层次感出来，哎，这个鳄鱼皮它有创新了。副歌的你3个菜都非常淡，如果吃鳄鱼没有一点给我能够抓到它的肉味的话呢，它就是一个像炖烂的猪皮的感觉。你用这个极品来跟它做，能够给它提供味道，但是同时它也喧宾夺主了，我就觉得是2个都不突出。恭喜素厨香港蟹王成功晋级。这次我选用了稀有的食材，对火候和用油的要求都很高。我特意选用了全球销量第1的金龙鱼1:1:1，用它炸鳄鱼尾和皮皮虾，表面金黄酥脆，肉质鲜嫩可口，并且它由花生油、菜籽油、玉米油等等8种好油科学配比而成，一瓶就能满足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不仅吃得香，营养还均衡，吃的也安心，是我厨房里的常用油首选。本组比赛的食材是大章鱼，这组蛮有期待的。3人加到一起9颗星。Do you know the chef? Yeah, we met in Denmark before. My name is Jaroslav Blažek, currently working in restaurant Alchemist, which has been awarded 2 Michelin star. Before I used to work in a Geranium 3 Michelin star awarded restaurant, best of the best in the world as a sous chef. Well, for sure the goal is winning. I didn't came here to lose. 本场比赛将有2位3星猎手强势加入。当我听到踢馆的那一刻，我的想法就从挑战稀有食材变成了我要挑战哪一位比较强的厨师，我就拼命的按王字里按。我是冲着他去的。我觉得我们2个打在一起会比较有挑战性，就比较好玩。来挑战的这个人米其林3星，我也米其林3星，加油，干他！所以碰一碰吧，那2个比，对，把他干掉。对，我也是米其林3星出来的，谁不是3星啊？哎，开始了，这是终极大对决啊！他们3个肯定很精彩啊，很精彩啊！120分钟倒计时，现在开始。Let's go, bro！ 他们做的什么章鱼组是吧？章鱼组，这么大个，这确实大的那个。这个我是看得懂的，这是西餐师傅的手法，这是烫章鱼都能烫。它难度其实最在于就是它的处理，怎么让它在有限的时间里面软弄。那边在用厨师机按摩章鱼。从口感上来讲的话，它就偏比较韧一些，它的皮比较厚一些，所以说我按摩个10分钟之后再进行的拍打。哦，它搅完以后还要再打，口感是吧？这拍打的作用呢，就是让它的体内的纤维断掉，穿烫过这个开水，让它定型，把它这个皮紧实起来。涂上这个辣酱，涂均匀之后，裹上这个花椒叶，再用喷枪去带出它烤过的这个香味，真空抽缩，然后放进这个蒸箱里面，低温蒸个40分钟。That's smart, very smart. Yeah. 还有那个，还有烟熏炉。烤章鱼，我就知道有一个人要烤，肯定有的。2个人要烤，3个人要烤。Actually, I think this is a pretty common way of cooking an octopus. I think the octopus is provided the best way when it's caramelized on the outside and still a nice meaty texture on the inside. And the fact that we all choose the similar technique is just a coincidence. 说到大章鱼，大家第一个想法都是去做炭烤。多，那边人多。我觉得炭烤是唯一一个能带出食材最完美味道的一个烹饪方式。它能把食材的鲜味带出来，焦香味道带出来。都是炭烤，3位都是炭烤。小刚也炭烤了。小刚搁那干啥呢？啊，做炭油。
一开始我也是打算用炭来烤，但是手上掌握了新的技术，肯定要亮出来的。哦，两边起火啊？他做了什么？烧焦吧。烧焦？对，我用烧焦、烧茄子加炭油制作烧焦酱，用来搭配我的第一道菜炸的章鱼串，上面会刷上川味的甜辣酱、烧焦酱，所以的话它的酱味会比较重。前菜我用的是怪味凉面，这是非常经典的一道川式开胃菜。我用章鱼打成泥，加木薯淀粉，送入蒸箱中进行蒸制，然后切成面条的形状。这样的话就是非常代表四川复合味型的怪味酱。他现在调了一个怪味，比我还调的，我觉得比我调的还好吃。怪味，它就是咸、甜、麻、辣、酸、鲜、香，要出来那么多风味，就是我们加了那么多进去，它的那个每一样都会在不同的阶段，然后释放出来。它把那个怪味加了蛋黄酱、浓缩的炼乳，就这些味道进去过后，它是更饱满了，就那个味道真的很好。这个味道很难调，但是我调成功了，也是很感谢师傅的指导。但还是很用心，说这话很用心。陈小刚师傅去那个张师傅那边进修，变成川菜师傅了。哦，他这是做了很多川菜的味型跟技法。哦，我这10几天都在四川学习川菜的传统技艺，学到了一些譬如怪味酱啊、椒麻啊，还有当地的一些特色的食材。所以我会把学到的川味融入到我这次的菜品当中去。你这样一看，我觉得它的可能性会很大。我觉得我有胜算，川菜这个味型还是很能打的。川菜做那个肯定稳啊，这个肯定稳。I was quite stressed, to be honest. He seems quite confident. I think it's really the time to show the best I can do, because otherwise I will just lose, and that's not the reason why I'm here. 他的这个菜我还有点期待的。The name of the dish can be a fusion between Chinese and Nordic octopus. 花菜、萝卜、黄瓜，真的是中国人。Daikon I consider as quite a Chinese ingredient, which will be sliced very thin slices. Then I had a pickled daikon, bit of a vinaigrette with the juice of citruses, mainly based on a cucumber to add some freshness and the color. Also a little bit of cilantro, because I think that well suits to the dish very well. While I'm grilling the octopus, I will also glaze it with the glaze based on a hoisin sauce. So it's supposed to be caramelized, nice and shiny. On the very bottom of the plate will be a cauliflower puree that I think will work well together. 这个也是很经典的搭配，花菜配章鱼，对，风味也是不错的，口感层次也是很丰富的。TC 的鱿鱼好像好了，这个八角鱼很好看的，哇，感觉好有食欲。这道菜启发就是非常马来西亚的一道菜，叫做ikan bakar，就是芭蕉叶放鱼、放海鲜、放一些辣椒酱，烤到它熟为止。因为低温烹煮之后，章鱼它的汁水会流出来，所以说炭烤之后，这个汁水焦化、美拉反应，这味道会比较浓厚一些。这道菜我会用一些蔬菜来搭配。它这个很好吃的，云南那个水果笋，叫水果笋呢。烤过之后，它们的甜味会更加突出，口感上也可以跟章鱼形成对比。再抹上东南亚风格的酱，搭配香茅、番茄制成的一个高汤，它就会有一个浓烈的东南亚风味，它的鲜味会更加的圆润。第二道灵感来自狮子头，我会用扇贝以及这个章鱼制成一个章鱼滑，放进水中低温的烹煮它，配上昆布以及番茄制成的一个浓汤。这样子呢，它就会做成一个东南亚特色的章鱼滑。TC 很强，TC 真的很强，真的。TC 他就是一个特别老成持重的人，很稳。你看他全程就是一直在很好的去稳定的控制时间。
因为比赛它永远都是很多一个未知数，所以说这个表的话，你就可以让你知道下一步做什么东西。这边就是马来西亚，那边那个是属于北欧。小刚老师做的是川菜。你觉得他做的怎么样？应该没有问题吧？就是时间问题了。20分钟怎么也得把东西弄得差不多了。还要23分钟。啊，那个只做一盘。对。他今天是比较稳妥的只完成一个东西，另外2位他们做了一个 set。我是相信肯定没有什么大问题，因为那个 idea 蛮好的，然后味道也不错，就很想要快点把它结束掉。其实我蛮看好 TC 的，速度还是很稳的，快呀，很快很稳。对，他是完了吗？就等到装盘了吗 The only thing I was looking at was my table and the time. Like if I can always do it on 100%, I can always try to do it on 110%. 这已经装盘了。这样的话就他跟他往前了。小刚来得及吧？做好了吗？没有，还在切。他做3个呀。我这次还准备了一道冬菜汤用来开胃。它东西太多了，我是觉得比较理性的话，去掉一个。虽然说我知道120分钟可能出3道菜的时间非常紧，但的话我还是想要试一下，能不能把3道菜完美的呈现出来。因为我这次想要展现的主题就是川味特别多的技法和我这次学习到的这些东西。但是我不觉得他可以完成诶。他们还有多久吗？只有10分钟哈。小刚这个有点危险。烧糊了，很快就。时间紧，有点着急了，看。有点着急了。8分钟，8分钟。来得及哦。摆盘也是需要时间啊。那个时间真的很紧张。开始炸了。还有7分钟，这前面2个摆好了是吧？他面摆好了。哦，come on！切到手了。我一开始擦那个器具的时候就把手给切了，我以为没事儿，结果却没止住，它就在里面一直流。因为时间也比较紧迫嘛，先冲一冲啊，冲水之后再搓。真的切到手了，切到手了，小心哦，小刚，加油！因为我也是把所有的元素都做出来的，但是我没有把它们拼在一起测过，2个小时能不能做出来这个东西。还有最后1分钟，请各位主厨准备出餐。默默的，他真的完成不了了，时间不够了。他这个有点极限了。5，汤还没装。4，还没找到勺子，他直接倒的，就没有造型了。3，蔡琳2，1，蔡琳赶快。他做3个菜，3吃3吃。那小刚有冲劲。对。我估计他会可以。TC 吗？TC 他们3个都蛮厉害的。现在请各位主厨前往评审区。很难受，真的很难受，很难受。其实也需要看片尾面的这个，也是那个死亡技术。上微博进入百厨大战话题页，获取更多精彩内容。I hope it's short. Did you get yourself? It's a finger. Fine. 我对大章鱼还是非常感兴趣，迫不及待，想吃。这几道菜看起来都差不多嘛。对啊，好像啊。差不多都是烤的，就是一个强硬的正面冲突。对，就是拼味道了。第一个天竺葵和那个炼金术也都是很厉害啊。你说这踢馆成功吗？鹿死谁手还不知道。现在请评审品尝1号菜品。OK，let's see， 它这个是西式。The octopus was cooked perfectly. It was soft, it was tender. Puree was buttery, and also the pickled daikon was done nicely.
这看来很可以的样子。That is really exciting. Oh, That's not nice. That is not nice. That face. 这土豆泥里，这土豆泥有点咸。其实我味蕾是不是出问题了？不是，它真有点咸，是吧？对不对？它是土豆泥吗？我以为土豆它是一种泥吗不是一种酱吗酱吗？是酱吗？对啊，酱啊，这是酱，所以酱不是哦，好吧，哦，那就不咸了。你这个人真的是太可爱了。这萝卜很不错。它腌制的好，就是那种酸酸的、脆脆的，很美味，很美味。你用那个章鱼就着那个汁吃，再来点那个酸萝卜啊，太好了！这道菜非常完美。现在请评审品尝2号菜品。哇，好吃。这个可以。This is super good. This is good taste. I hope. 这搭配没吃过。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个搭配，浓浓的番茄味，在里面可以吃到小颗的章鱼，还有一些百合在里面，就是很多不一样的口感在一道汤里面，这是很少见的。现在请评审品尝3号菜品。完了，我的了，我的了。我这个菜我还是有信心的。小章鱼汤，这也太可爱了吧！我这个汤调的可以的。Why did you make a soup? Because I learned how to make this kind of soup at Chengdu. He's like showing off his new skills. Yeah. Okay. 为什么有种鸭子的味道？你闻到了吗？绝对不光是有这个章鱼，不是太喜欢，可能。尝尝这啥面条？跟章鱼有关系吗？ But what is this? Noodle. Noodle from octopus? Made by octopus, yeah. How did you make that? 这酱不错，有一种那种凉面的味道哈。对，它很像那种凉面，带点芝麻酱啊，还有点辣。他这个就很劲爆了，这个就很劲爆。你看他表情，准备看他表情。哦，怎么样？甜甜的。这个应该是烤过还炸过吧？炸。哦，它这也蛮好吃的哦。对，这也蛮好吃的。哦，它这个外面炸的这个，就是不像大家一般吃的章鱼的那个口感。他处理过表面，陈小刚他处理章鱼的方式是最好的，非常好吃的一道菜。它这个绿色的酱是什么？也是有点什么烧焦酱？这有点哈，有点烧焦那种辣辣的。其实那个串烤呢，味道呢还可以，这个 Q 弹的感觉也出来了。而且它调的这个酱吧，在传统的基础上又加了一些东西，味道更好、更顺滑了的感觉。可以，哎呀，这搞得我有点期待了。本组为踢馆组，组内对决规则升级，3星猎手获得第1名才可晋级，同组其他主厨战胜3星猎手都可晋级。请各位评审为本组菜品进行投票。尴尬了，有点难。他做的真的都挺好的。哎呦 ，little excited。Good to know。我本来第一是南洋那个，但是我刚吃了最后一道之后，
我觉得他处理章鱼的方式是我没有吃过的。我可能跟你的想法不一样。OK， 第一道菜呢，它的那个酱汁其实调的也很好吃，又干净又鲜，然后层次还比较丰富。第二道呢，看起来其实是有相通之处的，因为它用那东南亚香茅的那种味道，很清新，也很 fresh。跟你差不多，2合1。其实我个人口味比较喜欢这个踢馆的选手，碳口味比较重，白萝卜片处理的又很好。其实都差不多，这种烤制的，反而第三个它的烤串是蛮不错的。Actually, I like this sauce. Yeah, too. But the texture, no, that is just not very good. I think we had a bit of disagreement on the order. I thought the winning dish should be dish number 2, while they like the meeting. But 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take the preferences of everybody when you judge a dish. 那我们就统一说 ，just compare to those. OK， 搞定。投票结果已出。本组主厨选择的是大众评审间。大众评审间。Professional, yeah, public? No, let's go public. Public, let's do public. Public? Or maybe, you know what, let's go professional. No, I just changed my mind. So, 我的心是一直很想选专业评委，有可能对亚导不是很公平，因为亚导是第一次比赛，我比较想要在一个对他公平的情况下选择他要的一个评委先。Okay, let's go. Do it together. Do it together. 1, 2. Hello, hi. Hello, hi. 你们3位履历都是非常的惊人的，怎么会选择大众评审这里来？一开始我们其实想要就是去专业评委，亚导就说他想要尊重大众的看法，不如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然后 Jordan 的话好像是 It's your first time in China, right? It was the first time in China, first time in competition, first time for the competition. Yeah, the very first time for everything, right? Pretty challenging, pretty challenging. Yeah. 下面即将公布本轮比赛结果。OK， 首先公布的是第2名，获得第2名的选手是。I felt confident, was quite sure about the taste. 我们的目标是打败踢馆者，不是打败对方。我觉得我们两个都能把他打败，除非就是 CC 排第1或者我排第1这个样子。获得第2名的选手是亚罗斯拉夫。下面公布第1名，获得第1名的选手是。感觉每次比赛都在挑战着我，还蛮有意思的。到最后，我相信我的口味是优先的，肯定没有什么大问题。获得第1名的选手是。涼瓜豉香炒牛肉係粵菜中嘅經典嘅時令家常菜。今日我就嚟分享呢道王牌家庭菜嘅做法。先將新鮮嘅牛柳切薄片，涼瓜去乾淨瓜囊切片，準備好輔料。醃製呢一步咧就好關鍵啦。我會加入李錦記嘅薄鹽生抽，佢嘅鹽分更低，唔會搶味，保留到牛肉本身嘅鮮味。調汁嘅時候，我都會加入李錦記嘅舊裝蠔油，香味特別濃厚，單止可以中和涼瓜嘅苦味，又可以加入海鮮嘅鮮味，去豐富味道嘅層次，仲可以襯托牛肉嘅鮮香。我由1978年入行就開始用到依家啦。呢度仲有一個貼士，可以沿住鑊邊淋一圈薄鹽生抽，就可以提升到成道菜嘅鑊氣啦。用薄鹽生抽醃製，用舊裝嚟調味。最後鑊邊淋一圈薄鹽生抽提味，大家學到未？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越来越难了啊！能生存下来的都很强啊，所以说大家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啊！我来参加比赛，你当然是要来赢。他野，他确实比较野。I know his skill set, so I knew it's going to be a good battle. 我的对手这是一个嘛，我是他输，叫我赢。我就是想用普通的题材来赢你们。1分钟了，没时间了。选到手了，哇，他还没有摆盘呢。按铃，按铃，先按铃。这一组是死亡之组啊。鱼很腥，非常腥。我们比较疑惑的是，我们到底在吃什么？我嘴里现在我估计能有8种食材以上的东西。他们是只能读懂我们的表情是吧？我可以笑着说是吧？但是你很柴。哇哇，都传了。哥，通杀，这个很好吃。这是今天第一个光盘，这才叫大厨做的饭呢。这是我录过所有综艺节目以来最难的一题。我求他们不要学我们。我本来把门扣起来，打死不让他们进来。